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台铁是环绕台湾全境的铁路系统，背负着大众通勤的任务，有些路段还途经壮丽的山海风景。经典的铁路便当更让许多人戏称台铁是被火车耽误的便当店。然而拥有100年历史的台铁却也背负巨额亏损与安全性不足等问题。2024年1月1日，台铁正式公司化，从交通部辖下机关成为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。本期影片就要来介绍台湾的铁路运输为何常年亏损，公司化后又有哪些改变。俯瞰整个台湾，长达1065公里的铁路网环绕整座岛屿，被分成东西两大路线，其中从基隆到竹南被称为纵贯线北段，途经台北、板桥与桃园等大站。接着从竹南往南到彰化，区分成靠近沿海地区的海线以及偏向内陆的山线。之所以分成两条路线，是因为20世纪初期日本政府在新建铁路时，起初碍于海线跨越的河川流域较宽，因此决定新建山线。但1908年山线通车以后，却又因为坡度太陡峭，运输效率不足，各地货物滞积在车站，日本政府只好建设海线，才成功提高运量。从彰化往南到高雄，再到屏东枋寮，则是纵贯线南段以及屏东线。接着在枋寮沿着台湾南端衔接到台东的路段是南回线，火车行驶时间大约1到2个小时。整个东部包括宜兰、花莲与台东则是东线，其中就包括了八堵到苏澳的宜兰线、苏澳新站到花莲的北回线，以及花莲到台东的台东线。路线上经常能看到美丽辽阔的海景。以上主线加上平溪、内湾、集集与沙仑等支线，构成遍及全台的铁路网。241个车站中，除了花莲港站是纯货运，其他都是客货运或纯客运站。去年每天的运量平均为60万人次，肩负通勤、旅游与返乡等运输任务，而且票价还相当便宜。例如从基隆坐到台北车站28公里的距离，根据车种不同，只要新台币41到64元。然而动涨近30年的票价，却也对台铁财政造成负担。在不少朋友眼中，台铁有2大特色：便当与误点。主业是火车运输的台铁，一年可以卖出800多万个便当，贡献超过了7亿营收。台铁卖便当的传统沿袭自日本，不过最初的要价并不便宜，在那个卤蛋1颗1块钱的年代，便当一个要卖到25元，一直要到国民所得上升，台铁便当才成为平民美食。虽然铁路便当大卖，却掩盖不了台铁经常发生的误点问题。统计数字显示，部分车次经过部分车站，一年竟有超过180天误点。其中误点次数最多的车站分别是斗六、员林、宜兰、嘉义与松山。看完台铁的特色，我们接着要快速回顾台湾铁路的发展过程。台铁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，1880年代，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计划新建基隆到台南的铁路，这背后有3大动机：依序是海防需求、货物运输与各地的建设。但由于经费不足、施工难度较高等因素，清代的台湾铁路只从基隆走到新竹。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，隔年签订了马关条约，自此台湾正式进入日治时代。日方为了开发台湾经济资源与军事上的需求，大力兴建全岛铁路，并在1908年完成基隆到高雄的纵贯线。1945年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，中央政府委托台湾省政府代管经营铁路运输，并在1948年成立台湾铁路管理局，隶属于交通部管辖。随着路线逐渐完善，加上其他交通运输方式还不成熟，台铁肩负起全台客货运输的重大任务，但也因为多项因素埋下了营运亏损的种子。1970年代是台铁营运表现的高峰期，然而同时期台湾的10大建设计划却成了台铁盈亏的分水岭。在10大建设中，与台铁密切相关的有3个，分别是高速公路、铁路电气化以及北回铁路。其中铁路电气化的财源，除了来自公债与税捐，台铁自筹了7亿7千万元，还跟国外企业与银行借了170亿元。理论上，台铁提高运输效率，营收也会跟着水涨船高。但高速公路在1978年全线通车，大幅分散台铁的客源，货运量更垂直下滑。就在这一年，台铁从盈转亏，并在几年后再次迎来下一波重击。在新建10大建设时期，台铁就提出了超级铁路的构想，想要开发时速更快的高铁系统，但因为当时高速公路即将通车，当局并未积极面对此案。直到1978年，台湾西部走廊运量日益饱和，政府才启动高铁建设。
2000年正式开工，2007年顺利通车，在高铁与捷运分担客源的情况之下，台铁每年短收将近6亿元。除了外部因素以外，台铁内部的营运也有很大的问题。台湾官方2021年一份专题研究指出，台铁局是交通部主管的国营事业，人事管理适用公务人员任用条例，跟民营化事业相比欠缺调度弹性，加上组织运作僵化，导致行政效率低落，衍生出安全性及准点率不足等问题。而且台铁背负了公共运输责任，不可能放弃偏远小站，票价也不太能随时按照市场机制调整，这些因素都加重了台铁的营运负担。国研院在同年也发布报告，进一步比较台铁与其他国家铁路系统的营运状况，发现台铁支出有高达80%是人事费用，相比之下，德国铁路公司的人事费占比只有35%，日本铁路集团更只有1%8。时间来到不久前的2022年，当时台铁负债已高达4500亿元，同年的亏损金额将近47亿。多年来的负债加上亏损的问题，掀起台铁公司化的呼声。2021年发生的太鲁阁号列车出轨事件更加速进程。隔年5月，立院3读通过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，并在今年1月完成公司挂牌。套用官方的说法，这段改革之路走了20多年，终于开花结果。然而更重要的问题在于，台铁公司化之后会有什么改变？最直接的影响在于财务层面。台湾当局2022年承诺，政府将统一承包历史包袱带来的债务，不过1000亿规模的短期债务全数移交给交通部设立的偿债基金，而台铁局则释出土地资产作为补偿，这也让外界把目光放向台铁坐拥的庞大资产。截至2023年底，台铁的资产总额为8100亿元，但交通部对外表示，台铁公司化以后不再受到国有财产法的限制，土地开发价值将远超过账面数字，甚至达到数倍的规模。动涨28年的票价，未来也有可能调涨。台铁公司预估，公司设立3年后将达到现金收支平衡，并在2028年转亏为盈。第二个影响在于安全性。根据台铁董事长杜维的说法，往年在铁路局的时代，并没有主管安全的部门，想要推动安全事项，必须横跨运工、机电等单位。如果要新增部门，还需要立法院通过。但公司化以后，台铁目前已成立营运安全处，并在北中南东4个营运处加设安全科。虽然公司化似乎对应到台铁长期以来的亏损与安全问题，但外界对此仍有些许疑虑，像是台铁产业工会便质疑，公司化后的台铁主管都还是些熟面孔，劳工处境没能有效提升，对安全改革的承诺也还需要时间来证明。总结来说，台铁历经100年发展，终于在2024年迎来重大的变革。过往因为建设经费、整体交通发展、行政体系与公共服务责任衍生出来的庞大债务，有机会借由公司化减轻负担，但也希望乘客最重视的安全问题能真正获得提升。好了，这集的穷奢就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不妨在下面留言聊聊你们的想法。喜欢我们的话，可以加入频道会员，除了可以使用可爱的穷奢君贴图，还能支持我们维持日更创作。期待你的加入，拜拜。